哎，你想知道俺家未出生的老二他亲爹给他起的啥名吗？你想知道我女儿当年美丽的公主名是怎么在东北陨落的吗？我大胖媳妇昨天来灵感了，说老二的名起好了，但是我一听根本用不了，不信你们帮我听听。就说老二真吃亏，我跟你说，那翟奥达那名怀孕之前就起好了，老二到现在都快卸货了还没定呢。我怀俺家翟奥达之前，有一次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山顶上，和几个朋友看浪漫的日落，我大胖媳妇就突然说，她将来如果有个女儿，就要起一个公主的名字。我说公主的名字，公主我就是俩，一个豌豆，一个石油，一个矬的像掌上一颗豆，一个富的喝豆浆碗直漏。这说到底不都是说我的吗？我不就是那个1米53.5的石油公主吗？但我老公说他想的这个名叫糟达，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玩一个游戏叫塞尔达传奇，然后这塞尔达传奇里头的公主叫糟达，也就相当于我喜欢玩游戏，然后我就给我儿子起个名叫马里奥或者是魂斗罗呗。但是这个名是怎么沦落成为了翟奥达呢？就第一次我们抱着孩子回铁岭，全家人在一块吃饭，大伙问这孩子叫啥，我大胖媳妇说叫糟达。就回家之后其实谁也没听明白，我老姨就问我小弟说，你姐人家还叫啥？我咋听个糟他呢？糟谁呀？完赶上你老姨夫听的呢是教的，完你大舅说呢不对，应该是英文版的捷达。我说那不可能，人家爹是加拿大人，起个名起个桑塔纳系列，人桑塔纳不是苏联产的吗？我小弟说桑塔纳系列好像也不是苏联产的，苏联好像产的是伏尔加。后来是我姥判定的，我姥81了，是腰院老王家一个睿智的独立女性吧，就是我姥说这孩子肯定是我老姨夫说的对，叫焦的。为什么呢？我老公不是叫 Jamie 吗？但我姥从来都是管他叫杰米，所以说呢，这姑娘叫焦的，爹叫杰米，这不就顺过来了吗？爷俩都姓杰。当时我觉得我姥分析的太对了，这孩子就应该叫焦的，就爷俩都姓杰嘛。但是我小弟非得较这个劲，说你们这几个发音都不对，你要想读对呢，就把这几个汉字连起来快读，就是翟奥达来走焦的。然后我老姨这个可爱的东北女人就犯了一个所有东北人都会犯的错误。我小弟忘了一个事儿，就他们这辈子啥苦没吃过，啥累没挨过，但是啥时候管翟叫过翟。我老姨看着这仨字上来就是翟奥达，所以我女儿这个名就从这个本来还挺 international 的这个糟的，就沦落成为了翟奥达嘛，属于桑塔纳系列，原产于俄罗斯。但是到老二这呢，就我最近太忙了，就没寻思给他起名的事儿。完前两天家里人一块吃饭，我二姨夫喝了点酒，有点畅想，说你看这孩子是个牛宝宝，还是老二，要不然就叫牛二吧。咱说俺家孩子好，是妈妈的确是个酒蒙子，但即使说要起个酒名，咱不说一定要起个酱香型的吧，咱也配得上50块钱以上的呀。那咋给俺起个这么散装的名呢？完昨天我大胖媳妇跟我视频的时候说她来灵感了，想好名了，叫丹忒。我一听我说叫蛋挞呀，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丹忒的中文名是但丁。我说你为什么要管你的亲生骨肉叫但丁啊？这要是个儿子，咱说是个公但丁就已经够难听的了，你要是个女儿张但丁，哎呦我的妈，谁为他负责？更有意思的是他爸在旁边听着了，说啊但丁不就是那个巴黎圣母院顶上敲钟那个吗？我说那是卡西莫多。然后我婆婆搁那装大明白啊，对，人家那是卡西莫多，但丁是写卡西莫多那个。我说写卡西莫多那个叫雨果。我老公说你们说那都驴唇不对马嘴，人家但丁写的是红与黑。我说你可行了吧，你们都说错了，人家但丁写的是聊斋，还但丁，你上网搜搜他长啥样，要真生个女儿长得像但丁，鼻子跟匹诺曹似的咋整啊？叫匹诺曹都比但丁好听，就叫牛二都比但丁好听。他外国人经常起名就是特别不严肃，你看我老公就说那怎么就不能叫但丁，就向经典名著致敬嘛。我说那也不能那致敬，那我如果喜欢资治通鉴，我儿子也不能叫司马光啊，咱说可以叫张达刚，对不？你们感觉呢？反正你们真得帮我想想吧，还有1个月，你们要想不出来好名，那就真只能在这个但丁和牛二之中选了。今天我过生日，你们猜猜我的大胖媳妇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借此机会，我顺便澄清一下子啊，我今天刚满32，90年生人。以后70年的朋友们啊，请不要再管我叫彩玲姐啊，我不爱听。首先呢，蛋糕是他定的，这本身就是个错误。他手机上选的蛋糕，连那个60都没改呀。谁过生日啊？他说他全世界最喜欢的蛋糕就是那款特别中国特色的一个大蟠桃，然后配个大寿星佬那个蛋糕。他说他就爱那款大纹的，但是现在蛋糕店他说太新潮了，他就没找着那个带寿星佬人的。但是为了配这款蛋糕，人家在我家原地 cos 了一个寿星佬。
然后呢，就到了给礼物的环节，整的神秘兮兮的。哎，拿铁，你说爸给妈买的啥呢？你知道不？包。啊，他知道我喜欢哪个包。哎，那你说他买的如果要买的包，哪来的钱呢？我给我爸钱了。面条机，面条。我给我爸300呢。你是有什么大病啊？对，多大病？煎饼果子。当时周围一堆人给我整的这个没面儿。这事儿咋回事？为什么要买煎饼机呢？是这样的，就前几天北京街上都没有人，你点外卖都没有骑手接单。然后我呢，突然间就特别想吃煎饼果子，就像有人说的似的，人家摊上这个毒猪啊，可能应该叫老母猪，就都特别能吃。然后点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接单，大胖媳妇呢就非常着急，就给人店家打电话，那个我的煎饼果子你快点送吧。人店家说我们都摊好煎饼了，但没有人接单。大胖媳妇说那怎么办呢？人说那不行的话，我给你闪吧。大胖媳妇说我要什么伞呢？人家我要吃饼，你给我伞，我吃什么伞呢？然后还跟人说我的爱人就想吃一个煎饼，然后现在谁都不送，哎呀，这让我怎么办呢？哎呀，我都绝育了。人对方说你要绝育了，你喝点粥，你这时候你吃煎饼果子干啥呀？我说你是不是又用你那个手机 APP 学汉语学窜台了呀？你是不是想说绝望啊？那怎么说个绝育呢？俩人唠的那个劈叉呀，后来拎衣服自己出去买去了，说为了我做一般男人，坚决把这个煎饼给我买回来。你穿上毛裤不穿。你等着毛裤买完了你不穿，你这毛裤全给你放闲鱼上卖了。不要。然后骑着电动就去买去了，回来冻傻了，就直了。但他给我拎回来的煎饼很热乎的，放自己肚子上了，一道捂回来的。我呢，说实话挺感动，就是这个煎饼让他捂的有点他的膻味儿，没别的毛病。但是从此他就立志要自己摊煎饼，天天在俺家平顶光练，那打鸡蛋啪啪碎呀。他说：“哎，你说我咋一打鸡蛋打手里就肉呢？你们说的肉一手是不是这么来的？”所以借我的生日，人家给我买个煎饼机。他说我们试煎饼的方式太被动了，要自己会煎。今天自从打开这煎饼机，已经摊了6个煎饼，惯这样的摊，简称摊晃，俺家俩孩子先看煎饼都跑。现在他买的这个什么煎饼机、炒菜机、面条机，我用过1次俺家的按摩床垫，拿铁的那个玛莎拉蒂。我现在给这些东西全上架到闲鱼，咱给他找个下家。今天一律15到50块钱断舍离。哎，这这么轻的，Jamie里边 Switch 哪去了？你给我放空盒里，给我拿出来。你们如果想买啊，上闲鱼搜索我的名张海洋，就可以看到这些宝贝和数据。我家所有闲置的我都往上整，除了这俩我暂时先不卖。你们有啥好玩的也可以往上挂嘛，就能挣点是点。救爸爸，救爸爸，谁也救不了你们。妈妈。哎，我家张大铁但凡能拎起一把刀，他爸已经撒手人寰。真的，大胖媳妇这个爹哈太费孩子了。昨天大胖媳妇送拿铁上幼儿园，平时送孩子就送到幼儿园门口，老师给领进去。昨天因为迟到了，得亲自送到班级。他去的时候我就接连着嘱咐我说，拿铁的班级叫百合班。他记住了，从我家走到幼儿园也就3分钟的时间，路上还一直练呢，百合班。结果到了幼儿园，冲着门口保安老大爷就问哪个老师是白班？保安老大爷也懵了，除了我都是白班。于是大胖媳妇就纯凭感觉把儿子送到了茉莉班。茉莉班是幼儿园大班，人均年龄是张家铁的2倍。张家铁进去了也绷不住了，想跟亲爹说点啥，无奈语言不通。他爹爽快的留下一句拿铁拜拜就走了。拿铁拜拜。还自己录了个视频发了个朋友圈。儿子上学2个月了，进班级还这么羞涩，我的儿子该不会是一个哀人吧？过了10分钟，老师给我发微信说您的儿子被送到了幼儿园大班。张大铁小朋友没有慌，自己走出来遇到了园长，最终被带回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层。我就问他，我说百合班多简单，你记不住吗？他说那保安老大爷说全幼儿园除了他全是百合班，属于公开课。而且咱家拿铁2岁，别的孩子4岁，那也没差多少。我说这差的是1倍，这就相当于你老了拿铁送你去敬老院，就你70，别老头都140。他说那这哪是敬老院，那不博物馆。就这事儿在俺家这都不算啥，我就把这1周之内他是怎么坑张大铁的画面给你们随便丢几个，你们就懂了。来是看我去是够，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拿拿铁喊哈喽。谁给穿的裤子呀？爸爸。就大胖媳妇这么带孩子能长这么大，纯属是靠命。很多细心的事还真得靠我妈。孩子用的东西都精心挑选。拿铁小时候虽然皮实，但是皮肤敏感，多亏他选了好奇屁屁面膜纸尿裤，尿便分区面层，精准吸收，还加了维稳精华，呵护屁屁不怕红，贼安心。你以为就俺家小猴是这个待遇吗？不，美丽的翟奥达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上次翟奥达一个朋友过生日，马上去人生日 party 了，买的礼物还没到呢，没办法，翟奥达就空手去的，就很尴尬。他爸带着孩子们就去了生日 party 的儿童乐园，看到场景灵机一动，心生一计，他告诉翟奥达，一会儿爸下楼给你这朋友买个礼物，但是在那之前你这么说。于是翟奥达非常骄傲地站在高处，通知了全场。我先给到我今天的第1份礼物，我的爸爸能让你们所有人飞。最终翟奥达的爸爸他没有食言，他真正做到了一胖落万物飞。我的婆婆温迪当时也在场，一脸震惊和不解。我以为他会去阻止他的儿子，谁料到说时迟那时快，温迪一把把怀中的张大铁塞给了我，冲他儿子喊带我，然后纵身加入。